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森林边缘，我是云英。我是阿汉。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在日本东京都的人造奇迹。嗯，一，你知道那是一块号称有70公顷的森林，在东京都里面。东京都里面不是没错，外围。没有在里面，我记得在涩谷区附近，很猛啊，你知哇哦，道吗？蛋我原本，黄区你知道我原本想说，这好像可以用什么东京的大安森林公园，但我就觉得嗯，那个比下去完全漏掉了，你知道吗？你用大安森林公园，可能台湾人会觉得哦就对啊，然后不对，大安森林公园才20几公顷而已，3倍大。三倍大哦。对，然后而且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水平应该要用阳明山来称呼它比较接近一点。哦，有那个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明治神宫，嗯，对，一座从100多年前就开始建立的人造森林。这次主要要讲的就是那个时候你去日本的时候拍的嘛。对，对啊，就是那一个。老实讲，那个时候我在看素材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因为真的哦，因为那个画面有点你如果不讲，我不知道他在东京都里面。因为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是跳着看的嘛。我第一开始对点的时候，是你在他的那个丛林区里面乱走的时候，所以啊，我想说，哦，你跑去哪个山上玩？哦，我以为明治神宫是一个已经算很有名的景点这样对。可是像我自己的感觉的话，好像的明治神宫我的画面都会是后面在卖玉手的那些地方。啊，就不会是这一片森林对对对，不然就是前面会放几个大球桶的那个地方。啊。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讲。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大概会分成5个区块来跟大家做介绍。首先是有关于一些鸟居的故事，嗯，然后还有这一块一整片100年的这个百年森林的造林计划，它是怎么来的。嗯。然后最后也会提一下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九尊墙，对，那个很酷，大酒桶。对。然后我其实还有去里面的那个明治神宫的御苑，就是他们早期的花园，对。然哦，后最后一块的话会稍微提一下，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进去，是那个隈研吾帮忙盖的明治神宫博物馆这样。博物馆。对，大嗯，概这5个点。那首先我们就先从最经典的入口明治神宫的鸟居开始聊吧。嗯，哎，你在看素材的时候，你应该有感觉到那个鸟居的比例跟人那个真的那个很很大，那个夸张，柱子超肥对啊，超扯哎、我觉得我可以整个人被塞在那个鸟居的大概是金的肚针里面。金针菇跟杏鲍菇的差别。对，真的，就是你平常看到神社，其实你可能说不定一只手就可以环抱起嗯，来了。对，对，但那个可能我觉得至少要三个人一定要哦。我觉得可能不止。对啊，嗯，那个真的很夸张。然后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先从鸟居开始讲？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如果说从南参道的话，就是反正叫学弟放地图。哦，好对，啊，有什么？好。对，你们从涩谷车站，然后走南参道进去，嗯刚进去你们就会先看到这一座第一座的大鸟居。嗯，对，然后其实我想谈的是第二座的大鸟居。哦它在往里面走会有第二座的大鸟居，哦因为它跟台湾有关系。猜得到哦，为什么吗？就我们是台湾的木头。没错，哈。而且我们都会想说，可能就日治时期就是有嗯一批木材过去嘛，然后就嗯变神社的鸟居。嗯但实际上啊，你知道他们其实一共过去了2代。嗯第一代的鸟居是从阿里山过去的，嗯，然后后来第二代的是，因为大概在1960几年还70几年哦，也忘记了，是有一段历史的。对，也是蛮久了。然后那段时间它刚好又坏掉，然嗯，后在日本又找不到适合的，所以又哦，跑来台湾找。然后最后嗯是从丹大这个地方，就是再砍了啊几根过去用。啊，对，但很嗯可惜的是，因为前几年它刚好又重新翻修，嗯。所以它已经没了。啊，那现在用的木头是哪里的？日本的，哦，日本好吧，人的木头养起来了，他们养起来反而了。换台湾的不能用了。哇，是不是应通知该检讨一圆满。下啊？应该要有通知圆满的。然后啊，当你顺着这些鸟居走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看到它早期从100多年前开始建到的这一片森林。嗯但老实讲，你如果有看素材，你会完全不觉得这是一片人造林。对，嗯，等一下，我你的意思是它原本是一块空地，然后一颗一颗全都是人造的。我觉得是，我可是它看起来我没有，超自然的欸。对啊，它看起来就是很没有人工林的感觉，而且
我觉得那说不定就是可以说是日本那个年代里面算什么富嗯裕造林或者是什么一地嗯保育的一个典范，你知道吗？因为你对你如果让台湾造人造林，说不定现在造出来的感觉还是会像我们熟悉的森林游乐区那样。对，因为老实说，其实我当初看到这一片森林的时候，认真觉得很猛我嗯，都在想说，我也这么觉得。明治天皇当年是不是把这一片林地当成什么模拟城市在玩啊？哈哈哈，这城市天际线 对 City 对对，是这 Skyline，然后就在里对面种哦，这里我对，想要来一点桦木，然后来一点什么栎木，然后再给我来一点林木当下面的那个地备层啊，再来一点山茶什么的。只有天皇可以这样玩。对，这只有天皇玩得起，我们是平民。那他下命令归下命令，可是管理总要有人管理吧？你就对啊，这样知道他们里面是怎么管理的？其实我在现地这样绕了一圈之后，其实我发觉，它其实跟我们传统上林业比较讲究的东西没有那么相像。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比较讲求自然一点，但是在嗯，人多的地方，他们也必须去讲求跟人之间的和谐。举个例子好了，我景观，们走南参道进去，嗯那参道了2周，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树木是被伐除的。那我觉得哦，有2种可嗯能性，一嗯个是树木本身就已经老化了，嗯对，因为寿命到了，当然就会开始腐朽死掉，对，这合理，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是你可以看到上面其实有一些缺口，那这些缺嗯口有时候我觉得它有可能是因为它有可能上面腐烂掉或折掉什么之类的，嗯所以有可能会危害到呃这些行人，就是参哦，就拜的怕掉居下来还是会民的安全。砸到人。对，嗯我觉得这个势必是在有人会经过的一个情况下要去讲求的东西啊。嗯，对啊，感觉就像是我们森林游乐区在规划的时候，也不可能说就放任它自由的长。对，对，我们在修步道的时候，还是得注意一下，走的人不要被砸死比较好。对啊，不然国赔也是蛮贵的。虽然很多人都希望有国赔这样。我先不要，我怕死，这个我还好。然后其实我发现，在整个明治神宫里面，乌鸦真的很多啊，我不知道日本不是都很多吗？感觉好像是。好像要这样说也是可以但是你会发现说走进去之后就可以一直听到乌鸦在叫，因为真的是然后从你走进去到你出来这样。日本好像到处都是这样，对，然就我后自己玩起来的感觉。不过我觉得除了像乌鸦让我比较印象深刻以外，我觉得另外一块是居然在是乌鸦，这片森林里面居然有小溪，哈，人造的小溪哦。我不确定，但是因为你看那一整片森林，其实它是依着整个地势，嗯，就是在种植的。我不哦，确定当初这个地势是被刻意建造是出来，可能本来就有一条小模仿出水沟在来那里，对，或者是本来就是长这样，或对，所是以他们就挖了一条小河。对。但我知道说，当初在规划这一整个园区的时候，其实日本天皇找了很多的相关的人，就是嗯专业人员，然后来盖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如果他是当成那个 City Skyline 在玩的话，那是可以拉地形的啦，所以有可能地形也是他盖的。对，我有想过这个可能这里要性高，这里要低，这里要有一条河。对，然后就会看到前一者吼，哔哔哔哔哔但他是天皇，可能没有动。他是天皇，他没差，不需要贷款。再来，顺着整个森林的参道往里面走，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酒樽墙。哦，大木头，对，你有印象的是日本酒的那一片还是？好像是日本酒，因为那时候看一些旅游网站对什么的，就只有看到哦日本酒。你知道我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嗯它其实有2面酒墙，一面是日本酒，嗯，在它的对面放的是西洋酒。哦因为你也知道明治维新嘛，哦，就对啊，明治天皇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比较大量的西化，他很喜欢西方的东西，他也喜欢喝对西方的酒。对，所以当年进贡了很多洋酒进来，然哦，后你就可以看到每一桶酒那边放的每一个酒桶都是不同的产地，还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年份。很猛。
但是没有人会去 care 西洋酒，因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大家哦，只看日本酒那面，觉得哦，这日本酒好酷哦，天皇的酒柜。对。然后我就想说，哎，那个落差真的很大，假如嗯，100个人99个哦，你说在那个那两面墙前面的人群。差很多，90%以上都在日本酒那边。再接下来的话，我那时候其实就进去参拜，但嗯参拜的内容其实我没有拍太多，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神社或哦，寺对啦，庙，其实他们不一太喜欢被拍。对，我就觉得表示尊重。对，对，所以有时候其实到主店里面，我顶多就是远远的刷一张，然后人嗯，就会走掉，或者是拜一下，然后就会走了这样，或是嗯，默默的看，但手机不会拍太多。对。对啊，你像我去松本的时候，去那边的神社，我也通常都是在外面稍微拍一下街道景，可是进去的时候还是该有是什么脱帽子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尊重的当地的习惯，文化，对，对文化习惯这样子。对啊，因为像我妹其实也有跟我说，有时候他们不喜欢你去拍那种贩卖御守的地方什么之类的，一部啊，分是因为你嗯会干扰到这些神职人员，或者啊，是这些神职人员不嗯一定想被拍。对啊，对，我觉日得就是本在这方面也是比较严格的，就是在我自己拍，在之前想要拍街拍的时候，像日本的话，他们会就是你如果看日本的 YouTuber，他们在路上街拍的影片，除了你跟我两个对话以外，后面全都是打雾。哦，对，所以在日本要做街头拍摄很难，对，就是这街在欧美的街头摄影师，有的甚至拿在你面前用闪光灯照完他就跑了，他也不会问你愿不愿意被拍。可是你在日本这样做的话，就会被告。对对，所以很多国外的街头摄影师，他们想要去日本拍照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因对，为他们的法律还有他们的，你可以说民风，民风，对，对他们就是不太愿意，就是你可能要先来问过我。可对是，在街头摄影师来前，就是那可能当下那个气氛或那个突然性就不见了。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玩的一个地方。因为以前我也有在想说，这种街拍，就是理论上你应该要取得这个人的授权，你才有办法对，礼拍照，或貌上要做这者是件事情。对，或者是拿去比赛还干嘛的。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可是你先问过人家之后啊，这样人家有感觉，那个当下那个 feel，对啊，那个 feel 就跑掉了，然后他或许当下的心情，或是他本来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对，就不就见了。不见了，我觉得对啊，就会很可惜。但你对，又想记录那个，就嗯，除非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你先拍完再问，对，这样。因为对我就想想我有做过这件事情，对但是被拍的对象，因为他不是日本人，所以我敢这样拍。是对，那时候也是在日本的一个神社，然后那个有一个中老年人，算老夫妻了吧，看起来应该也五六十了，嗯，然后在那边求婚。然后那哦，个时候，因为我刚好就是他们的构图很好玩，就是他这刚好是像那个神社的门，或者它其中一个侧门，刚好在对，正中间。然后他嗯，们在那个门的正中间的地方，我的位置看过去刚好在正中间，我就是那个最佳摄影的角度。对，然后我刚好手上拿的是长焦镜头，最佳摄影师，就我刚好是长焦镜头。然后他在单膝下跪的那一瞬间，我看那个男生要下去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他了，我就直接冲过去，刚好拍了一张最完美构图的照片。然后哇，就在那一个神社的那个门框的正中间，刚好男生单膝下跪，嗯就是刚好构图切齐，然后整个是对称的，然后光线的之哇好，然后哦，刚好就拍到那一张。拍完之后，我冲过去就问他们说，那个你们想要这张照片吗？嗯，因为我拍了这张照片，我想要让把它留给你们。对，然后那个女生，因为她本来以为我是商业摄影，嗯所以她跟我说 no commercial。嗯 So we will not pay for it。这样，我就说 no，it's just a gift for you。嗯，这只是一个留给你们的礼物而已。对，所以后来我还跟他们加了 FB，然后他们现在住在中南美洲，是一哇，个日本人男生跟一个中南美洲的女生。好酷哦。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后来还加他们 FB。我觉得这经验真的蛮特别。对，好，我们讲回来，讲远了，讲回来，讲回到那个明治神宫，我们继续往下一个地方走。再来，我想一下，我绕到哪里？啊，再来应该就绕进去那个什么明治神宫御苑。啊，御苑花园。对，嗯但我觉得明治神宫御苑其实跟我后来就是因为我刚好这一趟日本去学一些日式庭园跟造园的东西嘛，嗯
对，然后这样后来也有去一些地方参访，包含像京都一些地方。嗯然后我这样绕完一圈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明治神宫御苑它的特色或定位嘛，我觉得嗯算是里面比较不一样的。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大部分的日式庭园很多都会在一些佛寺里面啊，那什么枯或寺山水，庙里面。对对对对对就这种京都的寺院那些东西，对，这个其实跟日式庭园他们本身的发展有关系。嗯对啊，这个可以之后订阅我们啊的频道，啊你就会看到下一支影片在这里。好啊，你连拍都还没拍，你就不要在这个时候画大饼了，先投画饼，对，画饼给员工还不够，还要画给观众，预计2026你都不年。怕噎死？但明治神宫御苑呢，它本身是否明治天皇，它就不是那么的宗教性质那么重，嗯，它反而比较像，真的比较像花园的感觉。哦，对，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我觉得那里面的整个视野的设计嗯，很厉害，一部分是它真的很像要让你去散步，就是你哦，可以去想象说，这个真的很像是当年那种宫廷里面会比较散步有的像欧道路。欧欧美那种欧洲的宫廷花园的那一种感觉，对，会带一点这种感觉，可是它在视野的设计上用了很多的竹子，嗯，那竹子是一个比较东方比的较东方的东西。元素，对，然后很多视野上，因为你如果有印象的话，你就这边可以塞一张那个又来，前面那个比较自然林的明治神宫。嗯对，那看起来很自然林嘛，嗯但是你走到御苑里面的时候，嗯它会很巧妙的用一些竹子或者是其他的素材，嗯把下面挡起来，就等于说你的视线上，它会用竹子去引导你整条道路，或嗯，者是旁边种的是一整片的梅花啊，或什么其他杜鹃。哦，对，它就不会单纯你只有看到一整片的自然林，它是从整个自然林衔接一路进到花园的感觉。对，它哦，是一个算渐进的。从森林走进园艺，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明治神宫御苑，我觉得蛮厉害的一个地方。嗯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算区域吗？嗯，是所谓的鱼钓台。钓鱼台，对。敏感，好，敏感章节这边全部一律不播，回来，逼，嗯然后你就可以去想象说，好，当年的人要坐在这里钓鱼哦，好，嗯，我觉得算蛮特别。它是长什么样子？它就是一个凸起来的小石头，还是小平台？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小的木平台，嗯，然后里面种了蛮多的荷花、莲花，哦，荷花应该是荷花在里面。嗯对，而且我觉得它在整个河岸的周围，不像是那种传统式的花园，就嗯，会很稀花。因为像欧式花园，你就会看到很多哦，那种就花花各路品绿绿。种啊，对对对对什么，对对，没有，整个鱼钓台的周遭嗯，它很淡雅，就是衔接了那个河岸的景色，然后带一嗯，些比较小比较型的子弹。平静。对对对对比较不像英国皇室会去什么那种日不落帝国，我要的地方我品种都要收集，对，全部都给我对，拿都给我回来。放到我家后院。对，嗯没有这种东西，嗯它就是很典雅。嗯对，然后把这些东西就是布置的，它看起来就是有一定的算什么规划，但是又不会太过铺张。嗯，对，然后你顺着这个鱼钓台再往后面走，走，你就会看到菖蒲园。菖蒲，我想的是那个像一根一根像对，香的那个东西但实际上日本那边在讲的菖蒲啊，完全跟这个没有关啊，系。不是吗？对，他们日本他们有点，他们好像叫这个叫什么花菖蒲。哦你有听过 iris 吗？鸢尾花。哦，鸢尾花，对，那个在那个生物统计学上面相当经典的一个物种。嗯，啊，这边可好可怕，以插播一小段。不要那个痛苦的回忆不看。好，但我觉得鸢尾花确实蛮经典的，因为当年在欧洲那边，他们就是用鸢尾花去量嗯，出各种不同的花它的那个大小，不同部位的大小，嗯，然后最后分出不同的物种出来。对，哦，所以它才会这么经典。嗯然后在整个明治神宫的御苑里面，有一整片的鸢尾花。嗯，
品种超多。这个就有点像欧洲人的感觉了。对，因为我记得鸢尾花也是比较偏欧风的东西。对啊，对，嗯，但我去的时候好像花还没开，我觉得蛮可惜哇，的。可惜，对啊，就反没正就这样。办法咯，素材就只有光秃秃的一片咯，对啊，你就是看得到有很多丛草长在那就里。都是杂草咯。对，当我猜开花的时候很漂亮，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个时间。就查一下花期，去的对，时候先查一下，不要像这个傻子一样。哈，我就是刚好那个时间有空而好啊，已。没办法，就你工作刚那个时候去嘛。对啊，然后那旁边我记得还有做一个那种凉亭，可以让你坐在那边嗯看一整片的那个花圃这嗯，样。而且那个凉亭还是用竹子做的，竹哦，子加木头。嗯对，你会看到就是它跟我们传统会看到的那种竹屋、木屋不太一样，嗯它是用木头当主结构，嗯，但是它的屋檐啊，用很多的那个竹子的枝条，还有一些木头的木哦，片之类的东西，我的印嗯象中是这样，然嗯，后就叠很多层。哦，对，我觉得这个构法好像在日本算常见。嗯，对，但我觉得就是在其他，例如说像台湾或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我觉得比较少见到这种功法。本节目还在寻找干爹干妈赞助播出，相关合作和赞助，请洽下方资讯栏连结和信箱，或上脸书搜寻“森林边缘”。本广告由森林边缘的森林系边缘人提供。好，我们回来了，暂时是对，躲过了攻击。那刚刚最后啦，你说到它还有一个博物馆啊，对，对，就你说你没有去的那个，我其实有到门口，大家可以看我在门口介绍，嘿这里是明治神宫博物馆，然后这个时候走进去，哈，没开。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嗯明治神宫博物馆它是隈研吾的作品。嗯然后隈研吾，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日本蛮有名的木构建筑的设计师。对，我其实有很多他的作品，我很想去看，但就这样。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是顾炎武，顾炎武好像有经过是谁啊？国学常识当掉重修，我国学本来就很烂，对我来讲没有不重对，要。那个给高中生们顾炎武，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考啊，那古个文占十篇。好，OK，我们回来我记得他隈研写的那个什么，武，哈哈哈哈嗯，我记得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其中一个作品是那个，你知道台中有一间台中还是南投彰化有一间很有名的凤梨酥在中部。为叉山丘，对对对对对，嗯，你知道他们在日本东京有分店吗？我知道，那你有看过他们分店的外貌长什么样子？我知道，有点稀花，超帅对啊，就是我记得那个也是隈研吾的作品，然后他就哦模仿那个凤梨，然后用木嗯钩去做出这样子的东西。对，他们真的赚很多呢，我觉得有时候建筑师真的嗯会这样，就是当你小咖的时候，你到处接案子都要被当廉价劳工。嗯，可是当你做到大咖的时候，就是你坐在这里，人家就一直来找你，要你做作品。好，那我们讲回来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嘛，你知道我当初还在想说要怎么介绍的时候，就稍微瞄了一下这个博物馆它设计的那个精髓，然后他写了什么吗？我不知道，感觉很可怕，他说他要向森林致敬，嗯，所以他在外好严肃观上啊，哦，他就去模仿了弯腰鞠躬，我觉得很有日本人的精神。哦，对啊，这个蛮日式的，对，然后毕竟它又是神社，对，对，所以他在整个博物馆的设计上有稍微比森林再低一点，低矮一点点，然后还加了一些我觉得比较歪斜的屋檐，有点像弯下来的感觉这样。嗯，对，我觉得大家看得懂这样就够了。好，这样你就可以跟那个旁边散步的友人开始胡乱两句这样。不要加油添醋，就算加了也不要说是我们说的，对，没错。对，那我觉得明治神宫旅游，我觉得这样就够大家晃一天了。你在讲前面那边的时候，其实我有点蛮心动的，我听得蛮想去的，怎么说？就是因为该怎么说？因为如果你说它就只是一个森林人造林花园，我
啊，就是讲白了，嗯，当你听到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特别去逛那个干嘛？对，对，我特别去没逛那个干错，嘛？但是你像你刚刚说那些庭院啊、造景的那些东西，对，那听起来其实刚刚有打动到我，就你哦，有刺激到日本的观光旅游。太好了，我的解说技巧有上升。对，所以如果大家听完之后有兴趣的话，记得先查好花期再去，查好对，开馆时间再去，不要像这个傻子一样。没错，呃，而且里面其实御苑要另外收费，但我觉得也不贵，我记得500块日币而已。哦，这样还好啊，其实还好，差不多，就一就般里小博物馆面其实绕绕也不会太贵。晃晃对啊，就还 OK，对嗯，啊，然后出去再买个御守，就可能再花个500-1000。啊，原来是收益在那里，对，日本的神社我觉得都蛮会赚钱蛮会的，赚钱。对啊，然后甚至出来其实他们还有一些贩卖部，我觉得最酷的是这本，那是什么？这本是我明治从他们神宫那里捞100年的生，未来语，只会念中文，全部蛮都只会正常的，我也只对，看得懂中文。只读汉字。对，因为这本刚好他们前几年满100年，100周年，我猜哦这是满100周年出的。哦，纪念的书这样对，子。然后我之所以会买，是因为它里面其实有提到他们对于这一片森林的经营管理，还有一些想法。哦，那你对，读完了吗？还没，对不起，啊，你读对不起，得完？我错了，你我应该得读完再完吗？来的。它是日文，它是日文的，日文。对啊，它是日文的书吧？对，对，但我觉得有一些其实蛮酷的，对啊，有时候其实我觉得那种外文的书，像日文还看得懂一点中文就还行，或是看图片，我觉得也蛮爽的。哦，对，它附图多吗？我觉得附图还好，还好，那这个对这个真的是讲的蛮细的，就你看它有画一些什么结对啊，构平面图，这样稍微瞄了一下，我觉得它对，的解说内容算多的。嗯，对啊，的确是这个蛮纪念性的一本书啦。Google 翻译应该是加减看得懂。好，那就拜托 GPT 了。对啊，只能拜托 GPT 了。对啊，好，那今天这样差不多。如果对于我们其他支影片还会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帮我们点个喜欢、分享或订阅。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支，对，我好，们学弟剪不完，剪不完，他快被我超爆了。因为它的素材太烂了。对不起，我错了。好，但反正对啊，就这样吧。所以我们就只好找一个漂亮的景，然后坐在这边去把那个很烂的素材稍微弄得好玩一点。所以今对啊天我们人在奥奥兰兰大看到这枫红没？没有没有很红，因为今年寒流寒流不够强，但是寒流不够强。我昨天在河湾山差点被冷死，对，好了，有够好笑。那回家休息，对啊，我们下一集再会，拜拜。拜。